Hello，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如何在 Steam Deck 上安装非 Steam 的游戏，比如 Epic、GOG、EA App、Ubisoft、Rockstar 以及 Battle.net 启动器。各游戏启动器的连接都会放在影片资讯栏。其中比较要注意的是 GOG， 在 Steam Deck 浏览网页的话是不会显示下载连接的，必须从 Windows 打开网页才能看到。先简单介绍一下 Windows 程式在 SteamOS 里的档案结构。Windows 程式要能在 SteamOS 里执行，靠的就是相容层模拟出 Windows 的环境。在 Steam 客户端里，相容层资料统一被存放在 Compact Data 资料夹里，里面对应各游戏或程式的 App ID 资料夹。非 Steam 的游戏或程式一般会是随机的10码数字，里面装的就是虚拟 Windows 环境的资料，比如有虚拟的 C 槽资料夹底下又有 Program File、Program Data、Users 等等资料夹。相容层会把 Windows 上的资料对应安装到这些虚拟的资料夹里。大致了解档案结构后，后续在安装上就会比较容易理解。要找到 Steam 的 Compact Data 资料夹，首先得把显示隐藏档案的选项打开。打开以后，可以从左上角的用户目录依序找到 Local、Share、Steam、Steam Apps， 接着就看到 Compact Data 资料夹。为方便以后寻找资料，可以把 Compact Data 加入到左边的书签，只要对着 Compact Data 按右键，选择新增到书签即可。加入以后，就能方便的直接点选 Compact Data 资料夹。因为在 Steam 上安装游戏启动器会随机建立 App ID 编号，怕搞混的话，也可以到软体中心下载一款能够记录编号的程式，名称是 Proton Tricks。有了对应的编号记录，也方便日后要从 Steam 上移除时能找到这些资料夹一并删除。也可以利用资料夹建立的时间来判断编号。安装程式或游戏时， Steam 会在 Compact Data 资料夹里建立对应编号的资料夹，我们可以把建立的时间顺序显示成最新，方便我们判断刚刚建立的资料夹编号。首先示范安装 Battle.net， 按右键选择 Add to Steam， 然后打开 Steam 就可以看到。接着右键选择内容，因为是 Windows 程式，所以一定要把相容性打开，否则无法安装。我是习惯选择 Proton Experimental， 因为这会是最新的版本，只是也有可能跑出最新的 bug， 或者也可以选择最新的 Proton 稳定版即可。相容性设定好后，直接执行就会开始安装程式。Battle.net 语言设定有点问题，所以等下要透过启动项指定正确的语言编码。这里先退出，把程式关闭。先在游戏启动项加入这串代码，让 Battle.net 能够以正确的语言编码显示中文字体，否则等下安装的时候会都是乱码。我会把相关资讯都放在影片资讯栏。登入自己的账号，可能因为我外接键盘，导致触控键盘有点像丢高，不受控制关也关不掉，非常恼人。看来程式运作正常，可以先关闭。还需要一个步骤才算完成，因为刚刚选择的是安装档，安装好后得把目标设立成启动程式的 exe 档，之后执行才会是正常启动的方式。要找到安装好的执行档，可以到 Compact Data 寻找最新建立的资料，就是刚刚 Battle.net 的安装资料，或者可以打开 Proton Tricks 程式，也能看到刚刚建立的编号，也就是资料夹名称。打开刚刚建立的相容层资料夹，依序从 PFX 虚拟 C 槽、Program File x86、Battle.net， 找到 Battle.net Launcher .exe， 这就是启动程式的 exe 执行档。先把上方的路径复制起来，
我使用 Ctrl+C 复制。回到 Steam 界面，对 Battle.net 右键选择内容，点选浏览，直接把刚刚复制的路径贴到栏位里，然后选择开启，再选择 Battle.net Launcher.exe。如果不是跟我一样有外接键盘，可以直接按 Ctrl+V 贴上的朋友，那就从这个界面逐步找到 Steam 的 Compact Data 资料夹里的相容层资料即可，这样就可以了。再执行一次，就会以正确的执行档来执行游戏启动程式。先来安装个游戏试试，我已事先把游戏复制到 SD 卡上，选择汇入功能即可。如果不是外接滑鼠操作的朋友，在这个界面下触控板若失效，则可以按着 Steam 实体键再搭配触控板使用即可。这边说明一下 ，C 槽即是相容层资料夹里的虚拟 C 槽位置。如果游戏安装在这里，就等于把游戏安装在 Steam 相容层资料夹里。最底下的立槽对应的是整个 SteamOS 资料，但因为程式是由相容层开启，所以若直接选择立槽，会显示错误的磁区容量不给安装，并不是正确的安装方式。至于 D 槽或 E 槽，一般会是 SD 卡或随身碟的资料。在我的例子里 ，D 槽是 SD 卡，E 槽则是假磁区，无法使用。至于如何安装在 C 槽相容层以外的位置，甚至是硬碟上的游戏分区，后面会以其他游戏示范。这里我直接选择预先放在 SD 卡上的游戏资料，指定相容层开启程式后，在程式里执行的游戏也同样会以相容模式来执行，所以不必再设定一次，除非运作不正常，才需要跳出去更改相容层版本。看来设定上是没有问题了。可以把刚刚的 Battle.net 游戏启动器更改成比较正确的名称，这样也有助于搜寻相关图片。后面会介绍快速搜寻的方式。接下来安装另一个游戏启动器吧。这次示范安装 EA App 启动器，也就是之前的 Origin 启动器。一样，先对安装程式右键选择 Add to Steam。再到 Steam 界面，对 EA App 右键选择内容，同样先打开相容性，然后再执行程式。安装好后，先退出程式，找到刚刚 Steam 建立的相容层资料夹。在 Compact Data 里，以最近的建立时间排序，就能知道刚刚建立的资料夹。或者利用 ProTimeTricks 程式来查看刚刚安装程式所建立的 App 编号。同样的，打开资料夹，往里面找正确的执行程式，依序选择 PFX、虚拟 C 槽、Program Files、Electronic Arts、EA Desktop、EA Desktop， 看到 EA Desktop.exe 执行档就是了。同样先把路径复制起来，返回 Steam 界面，把程式的路径指向刚刚的位置，选择浏览，把复制的路径贴到栏位里，然后开启，找到 EA Desktop.exe 开启，然后重新执行程式。假如从 C 槽相容层以外的位置安装程式，即便真实的磁碟容量还有空间，也会显示磁碟空间不足，导致无法安装游戏。像是从立槽或者从上方的斜线进入 SteamOS 资料里，即便找到我的 SSD 的游戏分区，明明还有1点多 TB 的空间，也是显示错误的容量而无法安装。就像这样，显示可用空间只剩5G， 但实际上我 SSD 的游戏分区还有1.4 TB 的剩余空间。如果你只是要把游戏装到 SD 卡，现在 SteamOS 已经改进到可以直接读取 SD 卡上的资料了，
所以没有问题，只要选择对应的槽位即可，通常是 D 槽或者 E 槽。但假如你跟我一样，内部硬碟上还有很多空间，但不想把游戏放在 Steam 的虚拟 C 槽相容层里，或者是有另外分割一个游戏分区，想把游戏放在分区里，那么可以使用软连接的方式，也就是 Windows 所谓建立捷径的方式。先在你要放游戏的地方建立个资料夹，我取名为 Game， 然后把该资料夹的路径复制起来。因为我们要装 EA App 里的游戏，所以先回去 EA App 的相容层资料夹。进到虚拟 C 槽后，基本上里面的任何位置都可以是放游戏的地方。比如，我想在虚拟 C 槽里的 Program Files 读取游戏，那就在这里按右键选择建立，找到 Link to File or Directory 就是建立捷径，把刚刚复制的路径贴到下方，上方可以随便取个名称。像我要连接到的地方是我的 SSD 游戏分区，所以我直接把这个捷径名称取作 SSD Game。建立好后，系统上这里会有个 SSD Game 的资料夹，但实际上这个资料夹里的东西会被放在 SSD 游戏分区上。捷径建立好后，回到 EA App 继续安装游戏。我先以安装小游戏测试，安装路径直接选择虚拟 C 槽，然后到刚刚的 Program Files 资料夹，可以看到 SSD Game 的资料夹，把游戏安装在这里。先执行看看有没有问题。看来运作正常，代表游戏启动器顺利安装，游戏捷径也正常运作。到我的 SSD 游戏分区查看，确实游戏实际上是被安装在这里了。再到 EA App 的相容层资料夹查看，也同样可以看到该 SSD Game 资料夹里面有安装了该游戏，只是实际上存放的位置是被连接到我 SSD 游戏分区了。不过这里要注意一个小问题，倘若此时选择删除游戏，该捷径资料夹上会因为没有放任何东西，而连同捷径一起消失了。若想要放游戏的资料夹一直都在，就要游戏删除后里面还有放东西，这样资料夹就不会消失了。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随便放个不占空间的文字档即可。同样的，把刚刚的 EA App 启动器更改成正确的名称。接下来安装 Epic 启动器，但因为 Epic 启动器不是 EXE 执行档，所以无法靠右键选择 Add to Steam 了。打开 Steam， 从左下角选择新增游戏，然后导览到 Epic 安装程式的位置。记得把档案类型更改成 All Files， 否则会看不到 Epic 安装程式。接下来就是同样步骤，右键启动相容性，然后执行安装程式。建立好启动程式后，排序 Compact Data 最新建立的资料夹，来找到刚刚 Epic 的相容层资料，或者打开 Proton Tricks， 直接查看 Epic的 App ID 编号。接着进入相容层资料里的虚拟 C 槽 ，Program Files X86，
Epic Games Launcher Portal Binaries Win32，妈呀，也藏太深了吧！里面的 Epic Games Launchers 点 exe 就是启动程式的执行档，一样把路径给复制起来。回到 Steam 界面，右键内容，浏览，在栏位贴上路径，然后开启。找到 Epic Games Launchers 点 exe， 再次执行 Epic， 登入 Epic， 游戏已经准备好了。因为 Epic 是没有游戏汇入功能的，所以顺便示范如何在 Epic 汇入游戏。同样想把游戏存放在我的 SSD 游戏分区，所以得在虚拟 C 槽里建立捷径，连接到我分区里的资料夹。我在分区上建立一个 Epic Game 资料夹，然后随便放个文字档，以防止删除游戏后资料夹被消失。接着把路径复制起来，再到 Epic 的相容层资料夹里进去虚拟 C 槽，我选择在 Program Files 里建立捷径，右键建立，选择 Link to File or Directory， 在底下栏位贴上路径，名称我取作 SSD Game。软连接建立好后，就可以把已经准备好的游戏移过来了。但因为 Epic 没有汇入功能，所以在移动游戏之前，得先执行游戏安装程序。游戏的安装过程中会建立资料夹，此时就可以先取消安装，然后把游戏复制过来，选择继续安装后，游戏就会侦测到刚刚移动过来的资料，然后变成验证状态了。这就是 Epic 繁琐的导入流程。所以，我们先选择安装游戏，安装路径就是 Program Files 底下的 SSD Game 软连接。等跑个几趴，就选择取消安装。要注意是选择取消安装，而不是按暂停哦。只有选择取消安装，游戏移过来后选择继续，才会转变成验证状态，成功导入。取消安装后，就可以把游戏移到刚刚的安装资料夹里。移动完成后，回到 Epic 选择继续，就会看到变成验证状态了，省去了重新下载游戏的步骤。来执行看看游戏可不可以玩。这游戏还需要我们额外下载其他组件才可执行，那就都装一装吧。这些额外组件也都会被安装到 Epic 的相容层资料夹里。Epic 启动器看来是没有问题了。先来修改一下名称，然后试试别款启动器。这次来安装 R 新的启动器，对着安装程式右键，选择 Add to Steam， 回到 Steam 界面，按右键修改相容性。修改好后执行安装程式。装好以后，先退出程式，打开 Steam 的 Compact Data 资料夹，找到最新建立的资料，就是 Rockstar 的相容层资料，或者打开 Proton Tricks 程式查看资料夹编号。进入 Rockstar 相容层资料，依序导览虚拟 C 槽里的 Program Files，
Rockstar Games Launcher， 看到 Launcher Patcher 点 exe 就是执行程式，把上方的路径复制起来。复制好后，回到 Steam 界面，重新修改 Rockstar 启动器的启动目标，把路径贴到栏位，点选开启，再找到 Launcher Patcher 点 exe 启动程式，改好后就能以正确的执行档执行程式。登入好以后，我试着安装 GTA 5看能否执行。我游戏也已准备好了，这次是放在 SD 卡上，直接使用 Rockstar 的扫描游戏功能就能导入到启动程式里。打开游戏试试。看来也是没有问题。差点又忘记修改名称，修改成正确的名称之后，可以比较顺利地寻找到相关图片。接下来安装 Ubisoft 的启动程式，一样右键 Add to Steam， 回到 Steam 界面，右键修改相容性。接着执行安装程式。安装好后先退出，先把安装程式修改成启动程式。打开 Compact Data 资料夹，找到最新建立的就是 Ubisoft 的相容层资料，或者打开 Proton Tricks 程式查看 Ubisoft 的编号。进入 Ubisoft 的相容层资料，依序打开虚拟 C 槽的 Program Files x86 Ubisoft Game Launcher， 看到 Ubisoft Connect 点 exe 就是了。把上方路径复制起来，回到 Steam 界面，右键对 Ubisoft 编辑，把路径贴到栏位开启，找到 Ubisoft Connect 点 exe， 修改好启动执行档后，再次执行程式。登录好后，我这次选择安装 Anno 1800试试。游戏已被我预先放在了 SSD 的游戏分区，可以直接使用 Ubisoft 的游戏汇入功能。可以看到用汇入而非下载安装的方式，可以不必透过虚拟 C 槽建立捷径，也不会出现磁碟空间容量不足的问题。只是我也不确定这样，在日后更新比较大容量的档案时，是否也不会有问题。担心的话，还是可以用前面介绍的方式建立捷径，透过虚拟 C 槽来汇入。终于进来游戏里了。其实我已经反复试过很多次了，总是进不了游戏。变更不同的相容层版本，查看 ProtonDB 网站里其他人的设定方式，都还是不行。最后终于发现问题点，就是我有在 BIOS 里把 UMA Frame Buffer Size 的数值调高到 4G， 当我把参数调低到 2G 后，游戏就顺利进去了。这项参数是用来分配记忆体给 GPU 的，假如用自动分配，在玩非 Steam 的游戏会比较卡顿，甚至进不了游戏。只是没想到直接拉满到 4G， 反而变成这个游戏进不去了。看来对于比较吃记忆体的游戏呢，这项参数还是不能够直接调到 4G， 所以也有调整这项参数的朋友就要注意这点。接下来安装 GOG 启动器，其实都是同样的步骤，好像示范安装其中一个启动器就可以了后。应该会有的人跳着看想装的启动器，就还是都稍微解说一下吧。对 GOG 安装程式按右键选择 Add to Steam， 回到 Steam 界面，右键内容打开相容性。然后执行程式。安装好后，要把安装档更改成执行档。打开 Compact Data 资料夹，排序成最新，最上方的就是 GOG 的相容层资料，或者打开 Proton Tricks 程式查看 GOG 的编号。
接着进入相容层资料，从虚拟 C 槽依序打开到 Program Files x86，GOG Galaxy， 找到 Galaxy Client 点 exe 就是执行程式了。把上方路径复制起来，回到 Steam 界面，再次右键打开捷径，将复制的路径贴到栏位开启，找到 Galaxy Client 点 exe， 设定好后重新执行程式就可以了。差点又忘记改名称了，先来改一下。我准备了《赛博朋克2077》来测试，游戏已经传到 SSD 的游戏分区了。跟之前的 Ubisoft 游戏一样，这次我也是直接用汇入找到我的 SSD 分区的游戏存放位置，而没有另外设定软连接，从虚拟 C 槽打开游戏。如果是用下载安装的方式，不是装在 SD 卡上，也不想放在虚拟 C 槽里，那就还是得建立软连接的方式。不过，我想 SteamOS 的后续更新也会修正到能正常显示虚拟 C 槽以外的磁碟容量。汇入好了，执行游戏试试。看来也是没有问题。都设定好了以后，就可以直接在掌机模式下开启这些游戏启动器，直接游玩里面的游戏。唯独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在启动器界面时，掌机按键会没作用，必须按着 Steam 实体选项键搭配触控板来移动鼠标选择游戏。不过进入游戏后就能正常操作了，前提是游戏有支援控制器设定。退出游戏后要关闭启动器，可以直接用 Steam Deck 左上角的 Select 实体选项键，较出选单选择离开游戏即可。之前在桌面模式下，所有启动器里所测试的游戏，来到掌机界面下也都试过可以玩，唯独 Epic 里面这款暗影火炬城，不知为何在桌面模式可以玩，但是切换到掌机模式就进不去了，反复调整跟切换相容层版本都不行。不晓得有没有朋友知道其中的原因呢？反正我后来是放弃了。想必已经很多人觉得麻烦了，但是没办法，安装非 Steam 的程式或游戏就是会麻烦点，尤其非 Steam 的程式和游戏在 V 社的 ProTime 支援度上也可能会比较差点，毕竟他们主要是针对自家客户端上的游戏来做优化的。只是关于这点，可以额外安装其他社群开发的相容层分支来改善，像是 GProTime 就主要比较针对非 Steam 的游戏做优化。可以到软体中心搜寻输入 ProTime， 找到 ProTime UpQt 程式下载下来。打开以后，就可以直接从这里替 Steam 安装非官方的 GProTime 相容层版本。对于无法顺利执行的非 Steam 程式或游戏，就可以试试。有的 Steam 游戏在 GProTime 也反而会运行得更好。当然，非 Steam 的游戏也并非绝对用 GProTime 就会比官方的 ProTime 来得稳定，一切还是得实际尝试各种相容层版本才晓得。至于其他两个选项，则是替 Heroic 启动器安装其他的相容层版本。下次影片会专门介绍 Heroic 启动器，以及如何替非 Steam 的游戏单独加入到 Steam 游戏库里，还会介绍如何快速的替这些非 Steam 的游戏或启动器加入图片跟缩图。这支影片就先介绍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看。